其實咧，葉問真正嘅故居咧係響咁冇理由以前啲人上岸，跟住再打的過嚟拜神㗎嘛。陳黎有少少壓迫感。佢個絕招咧就叫佛山無影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ugo， 歡迎嚟到呢一期嘅粵語特輯。我而家喺嘅呢度呢，就係佛山祖廟。講起祖廟嘅歷史呢，真係一匹布咁長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祖廟嘅歷史呢？當然佢唔係憑空出現嘅，佢係當時中原人南遷到嶺南嗰時起嘅。祖廟呢，又叫北帝廟，佢係當時佛山人心入邊嘅精神圖騰。點知呢，就響元朝嘅末年，祖廟發生咗一場大火，燒毀咗一切。咁直至到咗明朝嗰時咧，先係重新起過。並且響清朝嗰時咧，就再大裝修過一次。因為佢嘅歷史悠久同埋有代表性，響1996年嗰時咧，祖廟咧就成為咗全國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佢作為佛山嘅民間祭祀中心，喺佛山人嘅心目中咧係佔咗好重要嘅一個地位。所以咧，我今日帶大家一齊入去睇睇，去買票。我相信大家都睇過一部電影，呢部電影就叫《葉問》。而家嚟到呢度咧，就係葉問堂啦。因為香港電影《葉問》呢度就增設咗一個葉問館。其實咧，葉問真正嘅故居咧係響佛山南海羅村呢個地方嘅。就佢啲神像咧係有啲斜，係對住我呢個位嘅，所以陳黎有少壓迫感。可能如果身上面有啲乸仔嘢咧，就會拍走嘅。咁佢祖廟入邊咧，佢公唔係邊個咧？佢係叫北帝廟，咁公廟咧肯定係北帝啦。北帝咧佢係一個水神，因為當時佛山咧係一個魚米之鄉，就好多疍家人嘅。咁佢哋咧會喺出海之前咧就會先嚟呢度拜神，跟住再出海嘅。但係我心諗水神佢唔應該係響河邊或者係海邊咩？咁但係我兜咗好耐，我都見唔到有河同埋有涌嘅。咁冇理由以前啲人上岸，跟住再打的過嚟拜神㗎嘛。24 hours later。哦，原來之所以喺度建廟咧，係因為呢度以前有一條古落水嘅河，隨住時代嘅發展、科技嘅進步，後尾咧呢條古落水嘅河咧就已經填平咗啦，咁就改為咗而家嘅祖廟路，水路變陸路，所以咧而家好多司機出車之前就會過嚟呢度拜北帝，祈求出車平安。念場啊，呢個叫佢哋寫啲咩嘢？我哋身後呢度咧就係祖廟入邊嘅萬福堂，呢個係一個粵劇嘅舞台，每個週末同埋初一十先會開嘅。咁唔好彩，我哋今日過嚟完美咁避開晒所有嘅表演，不過都冇所謂，我哋可以去睇下舞獅。
講到呢個粵劇咧，同埋呢個粵劇文化，而家個傳承係好難，因為我哋基本上係冇咁嘅機會去接觸到粵劇文化。如果呢個文化咧就咁樣冇咗，就好可惜嘅。不過我相信不久嘅未來咧，會有啲後生仔，佢哋可能會以一種新嘅形式去展示粵劇文化。佛山嘅歷代狀元黨，呢個咧就叫倫文序啦。響我嘅視頻第一期後邊介紹到嘅倫文序，佢響佛山祖廟呢度咧係都有記載嘅。祖廟入邊嘅孔廟，其實咧響佛山高考嗰時，就好多學生過嚟呢度拜孔夫子。之後佢哋祈求考試可以高中狀元，啲細路仔咧，佢哋開筆咧，又都係響呢度，都係想啲細路仔第日讀書會更加叻、更加勤力。我相信大家咧都睇過香港電影《黃飛鴻》，佢個絕招咧就叫佛山無影腳。佢係一個洪拳嘅大師，為咗紀念呢個偉大嘅人物，佛山政府咧就向呢度喺祖廟呢度咧就為佢設咗一個紀念館。舞獅咧其實都係黃飛鴻發揚光大嘅一個產物。時間差唔多，準備睇舞獅。舞獅係點嚟嘅咧？其實佢係分南北兩派。我哋呢度咧就係叫南獅，喺五代十國嗰時咧演變而嚟嘅，原型咧就係北獅啦。咁咧我哋南獅咧亦都係分兩派，佛莊同埋學莊，佢哋個獅頭咧係有少少嘅區別。學生獅個嘴巴咧係扁啲嘅。好，我哋準備開始啦。即透過豐富的食物和思想，穿越時空，走進黃飛鴻的中華武術源遠流長。其實咧，佢哋而家係喺度試緊呢個妝穩唔穩。
到的是男狮。男狮是以武术的步行步法为基础，加上锣鼓的配合，有着慷慨激昂、催人奋发向上的精神。男狮被称之为醒狮。广东佛山就是醒狮的发源地。那么早在2006年，广东醒狮就被纳入。行尸兔瑞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欢，家庭幸福，人兴旺。在小山坡上观察着四周围的情况，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桥梁或者道路可以过去。好，再次掌声鼓励。谢谢各位游客的掌声。这是办公室等等，寓招财纳福、吉祥之
之一。佛山祖廟咧，我哋行完啦。祖廟咧，俾人一種感覺，歷史文化氣息好濃厚，包括醒獅、粵劇等呢啲咧，都係屬於國家嘅非遺項目。我哋都希望中華嘅文化可以一直咁傳承落去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期咧就會將去到祖廟附近嘅一條小食街。呢條小食街咧，喺佛山街咧就已經係好有歷史㗎啦。而且嗰度啲嘢咧平靚正，所以有乜理由唔去試下呢？如果你唔想錯過，快啲訂咗啦！拜拜。